没有，刚刚按错了啊，刚才好像少按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重开一下。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哈哈哈哈哈哈！快进来喽，你们快进来喽，等你们呢。这下刚刚结束今天所有的拍摄，对，今天真的拍了很多的东西，对，今天真的从一大早开始，然后去到微博，去到他们公司，然后开直播，开回归直播，然后回来，然后又拍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采访，然后对，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东西，今天就拍了特别多，对。采访拍了很多，今天，对，衣服怎么脏脏的？这是 fashion， 这是 fashion， 本来衣服就是这样的 ，OK。出白超好听，嘿嘿嘿嘿，谢谢。听出白听哭了，有人听哭吗？不至于吧？嗯。哎，我真的一直到出来之后，我还是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啊！不是说对我自己的歌没自信，说实话是怎么说呢？是激动的吧，激动到紧张吧，对，因为毕竟是第一首就是我对我写的歌，然后终于就是有机会以这样的放在我们的专辑里面，然后跟大家见面，对，所以呢，就是一种激动的紧张，嗯。我一直到刚才5点钟，这个整个专辑发出来那一会儿，我都是整个人都是，我说实话我是懵的，我真的我今天一天我都是懵的，脑袋里空空空的，我不知道干嘛。对，我真的希望这个感觉我可以一直记住，对，然后这样记住这个感觉，然后就会有更多的这个创作的热情，然后去写更多好听的歌。录音 behind 这首歌没有录音 behind，其实我当初我想拍的，但是很可惜，当初成员们在录音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在，我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刚好我那个时候在云南参加活动那次，然后我是云南那次活动回去的时候录的，对，然后我在云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听说，好像大家录的时间都挺长的，然后就大家真的都很用心的去完成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真的，感谢我们的成员们，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们，都非常，真的是非常用心去对待这首歌，去对待我们这个专辑的每一个作品，真的啊，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一直到出来最后的结果，我真的是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喜欢出来的最终的结果，因为这首歌，嗯，这首歌其实是23年写的歌，23年那时候10月份的一次 Song Camp 的创作营的时候写的一首歌，那个时候是刚好是 London Noise 就是带着一些作曲家们，然后从那个英国飞过来，对，
然后那天刚好就让我去参加了一次，对，就是占了一个，真的在这边还要真的说一下，是特别特别感谢那个 London Noise 的两位制作人们，他们因为那次是他们让了一个位置给我去创作这首歌，对，然后包括在后期的这首歌在修改了，在有一些修改的地方的时候，London Noise 其实也有帮很大的忙。就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回去了嘛，回去英国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又远程录音啊，远程录音的话，就是 demo 有些地方要修改啊，然后 London Noise 他们就去 London Noise 那边，然后 London Noise 帮我们去录了后面有一些修改的部分，真的很感谢他们，特别感谢 London Noise。北京场想听出白，北京场想听出白，说不定说不定呢啊！北京场的话，肯定我们会给大家准备新歌啊，这个我们其实已经在准备好了。对，我们说实话，我们从香港场的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彩排的时候在练一些歌了，只不过音响没有放出来，可能你们在场外可能就听不到。在彩排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想法说，北京场要不要就加一些新歌？对，然后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很搞笑一点，就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因为音响没有放出来声音嘛，我们就只有自己的这个耳返里面听得到声音，所以呢，整个场馆就只能听到我们清唱的声音。Falling for the first time， 好想拥抱着你不放开。And darling, for the first time, all the states is fading to you。 你是我的 lullaby, girl, you're my freedom and blues。我这后面的歌词我其实不大清楚，因为这次歌词不是我写的。我真的我很想写这一次的这个歌词，你知道吗？但是呢，那段时间我真的一下积攒了太多太多的事情，真的因为歌词那个时候公司给我的期限是要我差不多5天之内要写出来。但我那段时间，第一个我不在家里，不在韩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那个时候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拍这个那个拍这个那个的，然后而且同时也在进行这个歌曲编曲的一点点的修改，真的没有时间，还在剪 Queen's Cloud，真的没有时间去写歌词，然后后面还是那个公司拜托了那个王靖云老师，然后来写这首歌的歌词。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与其我在那么紧急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写出来的这个效果不好，那还不如就是真的就是请就是作词老师，然后来把这个作品去给它做得更完善、更完整一些，那还不如更好。说实话，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就我不想让这首歌留一个遗憾在。然后这个遗憾是因为我而遗憾。没事儿，写词以后机会很多。写词这个，因为写词，也写过2首了嘛。其实写的也不止2首，写了有挺多首的，但就用上的就2首嘛。现在，反正就一直会有机会，然后每次写也是每次都会更有进步。对。下张专辑的尝试，当然，那肯定的。
别忘了24/7啊，那首歌我肯定的，那首歌我非常宝贵的一首歌，我肯定会放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然后一个然后一个发行的方式去跟大家见面，肯定的，这个你们放心。不能这个时候就给你们听太多24/7啊，听太多的话，那以后真的如果歌曲出来的话就没有期待了。对啊，也不是留悬念了，就是本来嘛，一首没有发行的歌，如果一次性给你们听太多的话，那你们以后如果再听到的话，那还会觉得有惊喜吗？不会嘛，对不对？我说实话，First Time 我以前也给大家剧透过，对啊，我当时也是放了一小段，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First Time 我以前剧透过的，有人知道吗？知道啊！你们真的都知道呀？你们怎么可能会知道？我估计很多人都想不起来吧。我这都是一两年前的直播了，一两年前的直播我给你们剧透过一次的。嗯，那个时候也是在 studio。我记得那一次直播应该是 first time 的 demo 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开那个直播好像是刚好是去 studio 里面，然后把歌曲混音完了之后提交给公司的那一天，然后直播的，对，有人找出来了，是很久了，是很久了，对，因为这首歌是23年底写的嘛，23年底写的，对。我记得当时这首歌，说实话，给公司的时候，其实公司没什么反应。那个时候，嗯，给他们了，他们也就是放在那个，就他们会上传到他们的曲库里面嘛，上传到曲库里面。后面我也好像我觉得应该也是这首歌的歌曲的氛围，如果跟之前的专辑啊，可能不大适合吧。然后刚好这次，有一个东专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这首歌也刚好这个氛围挺合适的，比较温暖一点的氛围。然后这次，他们就选上了这首歌，但不，最终结果是好的嘛？最终结果不是发出来了嘛？对吧？因为这首歌我在发行之前，我们已经确定了这首歌会成为我们的专辑的什么专辑的收录曲之后，我们那次是干嘛？北京啊，不是上海，上海的演唱会那次我们公司的领导们来了嘛，来看我们演唱会了嘛，就是代表呀，还有什么总监呐，各种人都来了。来了之后，然后那时候就音乐总监嘛，音乐总监我给他听了这首歌，他其实给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我说实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吧。他那个时候是这么说，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说，反正他那时候真的是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我不是，也有可能是客套话，我觉得，但至少我听到那个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他是说，他首先在听的时候的表情就是，然后看着我，他戴着耳机，戴着那个降噪耳机，然后因为我有手机放的嘛，因为我那个时候他本来一开始叫我用手机放给他听，我说不行，你要戴耳机。我说哥你戴耳机啊，戴耳机，然后有降噪的，然后根本听不到我在说什么。对，然后我第一次见到就有人就是听歌，然后把声音开到最大的，然后开最大听，然后就哦，
哦，这个和弦，哦哦，然后听完之后，他说，这是今年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可能就是呃艺人参与的歌曲当中，写的就是最好的歌曲。对，他那个时候给的是这么个评价。然后对，希望我不知道他平时有没有机会听得到我写的歌，反正就希望就是通过这一次可以让他对我的这个创作能力有一些改观然后以后呢也多多的可以就是多多的把我的歌也可以用得上。我真的我写的挺多的，真的，给那个以前给那个什么 Hearts to Heart 我也写过歌，对，给其他的团也写过歌，对，就是以他们的那个团的 concept 去想，然后去写歌，对，给他们的给他们的歌就反正都是一开始的反应挺好的，然后后面就看他们什么时候用得上了。对，就一步一步来呗，不着急，反正作品在那个地方，然后人家喜欢的话，自然会用得上，无所谓。早后，真的有这个必须得心态好，就写歌这个东西。我以前其实，在写歌这方面其实挺内耗的，就写完之后我就说，就感觉希望马上就能用上。以前我是这么想的，然后现在呢，说实话，嗯，慢慢就看淡了，就反正你是首好歌的话，总有机会用得上。对啊，你就不只是不要说是我写的歌，就哪怕是那些作曲家他们写的歌，有的歌，就比如说我们以前那个什么发那个什么《After Midnight》这首歌，这首歌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的歌，很厉害的歌。但是呢，嗯，这首歌据我所知，我们当初发行的时候是19年吗？还是20年？19年还是20年？20年吧，《After Midnight》珍贵一。这首歌是2016年就已经有的歌，对啊，人家作曲家写的歌也都得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被人发现，对，所以呢，我觉得不着急，没事儿，一步步来，一步步来。但至少就是怎么说，算是实现了自己一个愿望。然后我这么多年，我感觉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很多的采访里面讲，新年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愿望那个时候我一直每次，我记得我应该是每次讲的我的愿望都是希望我写的歌可以收录到我们 Vision V 的专辑里头去。然后这一次真的就顺利的做到了，所以就挺好的，有个好的结果。所以这就是一个告诉大家，坚持，只要自己是想做的事情，只要坚持的话，一定可以看到结果的。坚持把它做好做精，一定可以看到结果的。鸡汤，强行灌鸡汤。跨年有安排吗？跨年有啊，你们就等官宣吧。嗯，
嗯哼。什么大漏勺？没有，其实现在离跨年也没有多久了吧，也就剩三个星期，3个多星期了，对吧？这几天我们在国内应该会有各种各样的拍摄，应该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活动，然后还有签售，然后对，在国内目前这样，然后后面应该因为现在年末了，很多这个打歌舞台也基本上都结束了，就发的这个 timing 其实就比较晚嘛，但据我所知，好像是会有打歌，好像是会有，对，应该会有。肯定，我觉得，哎，打歌这个东西真的，我觉得需要做，因为感觉就是努力了那么久去准备这个作品，如果就这样，没有什么舞台就这么过去的话，其实是挺可惜的。我们每个成员其实都这么想的，所以呢，我们也努力的一直去跟公司沟通，就是尽量的能接能上的，我们都尽量去上。对，如果时间没问题的话，对。我们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包括其实没有，不只是这么想，我们是这么想的，公司也是这么想的。但有的时候就是，你包括像这次就是一个 timing 的问题。对，我们也想留下来舞台，留下来好看的舞台，对吧？嗯，没错没错，今天那个冲务和头勇去当兵了嘛？对，前两天跟那个听友吃了一个饭，请他吃了一个饭，因为我之前一直就有知道他要去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马上联系他，我说哇，我赶快赶快给我空时间出来，我们一起吃个饭，这样。然后那天刚好那天我没有行程的时候，然后他跟我来联系，他说哎，刚好今天晚上有空，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因为如果不是那天的话，之后我之后几天我又有行程，我又去不了，就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他来联系，然后就一起吃了个饭，然后聊了很多，然后去他家，去他那里玩了一下，对，一起喝了一点小酒，嗯，我说好日子呀，好日子呀，哥，我给你带瓶好酒啊，给你带瓶好酒，然后我们两个小酌一杯。其实那天还有一个我们经纪人，对，因为他跟我们的一个经纪人也非常熟，然后我们3个人一起小酌了一杯。对，茅台，带了一瓶茅台，我说来，咱们中国的好酒一起来喝一点啊。喝完了，我们那天三个人喝了一瓶，那天晚上就真的是跟他聊天啊，然后其实就是我跟他其实也很久没见面了嘛，因为他也是行程很忙，我们也是行程很忙，然后基本上约不到一起，对，然后刚好有空闲的时间就约了一下，对，聊聊以前，聊聊回忆，就感觉好像就到这种时候，大家就会不自觉的开始去聊一些回忆，
是会开始聊很多以前的事情，那挺好的，挺好的。哭了吗？哭倒没有啦，没哭啦。对啊，两个人，我们几个一直聊，挺好玩的。然后那天晚上就放歌嘛，我一直放歌，然后我一直跟他讲，哎，我最喜欢叶瑞钦哪几首歌，然后他说，哎，我威比的哪几首歌很喜欢，一直会想这样讲。对，他说他最喜欢那个梦想发射计划，然后我跟他讲，我最喜欢什么？我最喜欢 No Longer。对，为什么？因为梦想发射计划是我们那时候练习生的时候就已经收到歌曲嘛，所以他那个时候看到我们练，他也听过，对，是吧？他那个时候也就开始特别喜欢那首歌。他在什么？他还发泡泡了？发什么泡泡？白炽灯他发泡泡推荐了那个梦想发射计划，推荐了哦。还有白炽灯那天晚上他也放了这首歌。哎呀，真的是，嗯，有意思。因为白炽灯也是那个时候练习生时候就有的歌嘛，对啊。然后这首歌，你看也是有了那么久之后，练习生的时候一几年啊，15年、16年的时候，然后最终发出来的时候是哪一年啊？我忘了是哪一张专辑啊？2020吗？还是2021啊？2020吧，对吧？很多好歌啊，很多好歌，真的。嘟嘟嘟嘟嘟。First Time 这首歌，其实我想过要给大家，要不拍个 behind 去讲一下这首歌，但我不知道怎么讲，不知道怎么去讲这首歌。但这首歌说实话，它整个过程算是挺顺利的，没有修改过几次。我不像当初 Rain Day 的时候，我记得当初修改了差不多有8个还是9个版本。但 First Time 这次，就是按照歌曲最原始的 demo，就是我们出来的第一版的 demo，然后做了一点点的缩减。这首歌本来更长，现在你们看到的是4分钟嘛，它本来更长，差不多应该我估计，我看一下4分多少秒，原本的。其实也没有也没有缩短很多4分原本是4分10秒左右啊，其实也就缩短了10秒左右时间，中间有一段给它缩减了，对，有一小段给缩减掉了，要不然会觉得整个太长。说实话，
公司最开始还要本来建议我可以再缩短，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就现在这个大环境还是怎么样，就是你歌基本上没有超过4分钟，没有到达过4分钟的歌，最近的歌都很短，都是3分钟、3分10秒就没了。但我说实话，我就觉得歌曲的长度，歌曲的长度其实4分钟还好啦，对不对？所以我后面因为也是跟公司沟通过几次，然后最后还是留下来了这个比较偏长，就是留下来了现在这个长度，本来估计会减到了3分30秒左右，后面还是留下来了，这4分钟。因为我那时候我也考虑到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考虑到了我们成员怎么样去分配这个 part， 虽然这 part 不是我分配的，是公司分配的，就是想让每个成员在每个地方可以就是真正的展现出每个成员的这个唱歌也好 rap 也好，对，如果是哪怕是缩减了那么一小段的话，也会觉得我会觉得可惜，对。这个是我整理前的分轨。我数一下这边有多少轨啊？这首歌你们现在听到的样子啊，我这边数下来的话，不包括人声轨道的话，有141轨，有141轨，这个是混音师的噩梦啊！真的。你们想不到啊，这样的一首歌就是光是这个伴奏有141轨，然后加上所有的人声和声，不止141轨哦。乐器的话，乐器加上去有160多轨，没有。但你们想的这160多轨，它不是说每一轨都是整个完整的，都是完全的都会有声音的，那样的话就根本没法听的。它是部分的，有一部分的，比如说有一轨可能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有声音，有一轨只有这么一点点有声音，只不过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对。然后所以说加上人声的轨道的话，那这就204轨，对，是不容易啊。我记得我当时我给你们剧透过这里。整个副歌还是真的挺满的。看一下以后吧，以后怎么样去，我看怎么去拍一个视频，然后好好的去介绍一下，可以能有机会去介绍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我说实话，它的重点其实是贝斯，
我这首歌的 bass 真的是重点。这个。这是副歌的 bass。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电脑这个画面，你看，噔噔，这边到这边是差不多20多轨啊，这样看，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这个给它缩小一下，这样看全屏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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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多轨啊，100多轨，加上人声的话。看不懂，这当然看不懂，这是我的专业，你们怎么会看得懂呢？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bridge 的吉他。全是 MIDI 弹的。哎，以后再拍视频跟大家讲解吧。因为这个 demo 呢是那个 Seven Days 唱的，就跟我一起写歌的这个作曲家，然后他原本的真的唱的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我今天看到，其实我今天一直在网络上刷大家的评论，大家真的特别喜欢那个杨洋和 Henry 的一个 part。你是我的 lullaby, girl, you're my freedom and blues。那个 part， 真的哇！我当初也是，我们在一起写的时候，我也是一听我就是觉得，哇，这个 part 太抓耳了，真的。
demo 就不放太多了。对，这句我也是当初特别喜欢的，这首歌里面特别喜欢的一段。总而言之，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这首歌的喜欢，对 First Time 对初白的喜欢，我真的是太感谢了，太感谢大家了，也是感谢，真的很感谢，在这首歌里面真的收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你说我们的音乐制作部门也好，然后 A&R 还有这些作曲家们啊，真的没有他们的帮助，不会有这首歌。说实话，只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出来这首歌。吃饭了吗？吃了，刚才其实也就随便吃了2口，没有吃很多。最近感觉吃的东西胃口也不是很好，就真的就是垫吧，然后我们对吃的东西没有特别多的欲望，就有什么吃的我就吃什么，不会说特别想吃什么东西。健康就行，对啊，健康嘛，所以我会吃嘛，我不是说完全不吃东西，我会吃点东西，就不要饿，不会饿，我一点都不会饿，我一天我就吃一餐，真的，我一天就吃一餐。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吃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吃饭点饭是一件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吃一餐，然后那一餐我稍微的吃好一点，就是营养均衡一些，这样。真的不饿，早上起来就是喝咖啡，然后要么就吃水果，一点点吃一根香蕉，这样。这样不行的，我知道这样不行，我当然知道这样不行，但你就是麻烦啊，就是我就想我怎么舒服怎么来，对啊，不去做一些没必要的内耗，因为感觉就是点饭的话，因为我说实话，我点饭我至少要点1个小时，我感觉那个时间太浪费了。我平时自己点饭，真的我至少要花1个小时时间。我打开那个就是外卖软件，我点看，刷，放下手机，又不行，点个刷，放下手机，又点了，就这样反复的，对，因为我又想吃有点营养的东西，然后又不想吃太多，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嫌麻烦，太真实了。我相信你们也有人肯定是跟我一样吧，也是这样的吧？点外卖的时候就是很纠结，就是这个样。这个人生一大难题就是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
但该吃还是得吃啊。好饿，选择困难，中午吃什么？今天吃的那个，我们在直播时候吃的那个青梅精，我觉得还行啊，没有感觉特别的难吃啊，就是有那种梅子的味道，然后比较酸而已，但还行啊，我觉得真的呀。什么异食癖啊？不正宗？不会吧？他们不会给我们准备不正宗的吧？反正我就觉得，还行啊，我感觉就是拿这个，如果我感觉就跟吃那个浓缩的苹果醋一样的感觉，不是吗？下次多吃点。嗨，说到酸的东西，你们会流口水吗？就会口腔里面就会那个唾液就会唰出来吗？但我还好，我酸的东西我还挺能承受的。哦，有时候我都会自己去泡一些柠檬水喝了，泡完柠檬水，然后那个柠檬片不在那里头吗？拿起来嘬一下，这样。多补充维 C 啊，多补充维生素 C 啊。你看我喝的饮料也是维 C 的饮料啊，这里面含每份100毫克的维 C。小甜水儿，其实就是饮料啦，对啊。会卡痰，还好。Queen's Club 其实我现在那个什么新西兰的第一集已经剪完了，但我就是会慢慢发吧，现在不急，我打算剪完第二集再开始发，因为感觉就这样的话就可以一周发一篇，一周发一篇，一周发一篇。如果我现在发完了这第一集，现在发完了这第一集，然后然后下一周又发不了第二集了，就感觉会断掉，所以呢，我打算先剪完一些，然后我再开始发。不着急，不着急，我也是为了大家以后的观感去想的，对啊。钱初白和钱小雨二选一，这个怎么选得了啊？这怎么选得了啊？这不可能选得了的，这个都是心头肉，都是心头肉，这个根本选不了这个。对，手心手背都是肉，选不了这个。不要让我做这么困难的问题。我刚看到什么评论？
知道初百被选上时候是什么心情？其实这样，我是怎么样知道？当初是什么样的呢？是我们第一次开我们这次主打歌的专辑会议的时候，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A&R 他们就其实已经好像对这首歌是有想法了，然后他们有准备一个 list，然后里面呢大致的就是我们这一次这张专辑里面会有的歌，然后旁边会写上作曲家，写上对作曲家，然后制作人的名字。但是呢，在我们在这个 demo 会议的那一天呢，他没有告诉我的歌就是被选上了。我们因为那天主要是聊 demo 嘛，对，聊 demo，然后后面我是不小心，我真的是不小心，因为那个工作人员就坐我旁边，然后我不小心，我看了一眼，瞄到了一下，哎，first time。但我没看到，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看到自己的名字，因为他旁边有写那个嘛，有写名字。哎，first time，我觉得应该是偶然吧。然后后面看到，哎，Jave，我就看到我熟悉的名字，就跟我一起写 first time 的这个作曲家，这个作曲家的名字。哎，然后那个时候我脑袋也有想法了，哎，该不会？然后那个时候我正打算问，然后工作人员就不许看，收起来了，不许看，不让我看。然后我就问他，哎，first time 是我那个 first time 吗？不知道，你不告诉我，不告诉我。然后后面是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又过了半个月左右吧。然后有一天突然联系我，他说：钱老师，恭喜你啊！然后我大概就知道啊，选上了，就这样，就这样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挺激动的。然后我第一时间跟我妈说了，第一时间我马上跟我妈说了，哇，我之前写了一首歌，选上了这次，很激动，真的很激动。哭不至于，哎，不至于哭啊，哭倒不至于。妈妈说什么？妈妈也是说，恭喜你，恭喜啊！妈妈也很开心啊。我爸妈也看到这个消息也是很开心啊。因为我妈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督促我写歌，你知道吗？因为我妈知道我喜欢写歌，然后有的时候经常就会问最近有没有写新的歌啊？最近有没有空写新歌啊？她时不时的会给我问一些这种，说一些这种话，你知道吗？就感觉好像在催我写新歌一样的感觉。嗯，我妈妈也是，我妈妈也是事业粉。嗯嗯哼，真妈粉。好啦，那今天直播差不多聊到这边了，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出版 First Time 的一些幕后的一些小故事啊。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其实可以慢慢的聊啊。然后关于这首歌要怎么样去
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拍一个 behind 制作的这个视频给你们看。好啦，大家也早点休息一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还是星期一呢，明天星期二。星期二一周里面应该是最烦的那么几天当中的一天。好了，大家明天也加油，后天也加油，永远加油，一直加油，爱你们哟！晚安，拜拜。后天也加油，永远加油，一直加油，爱你们哟！晚安，拜拜。